3年前，快乐瘟疫席卷全球，所有人的脸就像被缝了一根线，无法悲伤恐惧，只剩永远微笑的脸。3年没有照过的镜子前出现了一行字：咸的，苦的。我发现自己哭了，我竟然还能哭。擦不掉，这是谁写的？什么时候写的？婉婉，出来吃早餐啦！这声音和3年来每一天一模一样，连尾音上扬的弧度都没变。看起来简直像个精神病人。一切都和3年前一模一样，连餐具位置都没变过。3个人上扬的弧度一模一样，都在看我，但眼睛里全都没有光。婉婉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挺好的，妈妈。很烫，但我绝不能表现出任何不舒服。姐姐，你今天看起来特别开心，你的眼睛好像在发光。这句话不像赞美，更像在试探。因为妈妈做了我爱吃的早餐呀。虾饺味道和以前一样，但现在却恶心到让我想吐。婉婉，你在房间里是不是哭了？没有啊，爸爸。我为什么要哭？哭是不对的，对吧？对，不快乐的人会被带走的哦。带走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他说话的语气像在背诵课文，像在说今天天气真好一样随意。可我的后背已经开始疯狂冒冷汗。我吃饱了，先去学校了。等一下，全身的血液像是被瞬间冻住了。这孩子水杯都忘了。好凉，他的手指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指甲划过头皮，带起一阵极其响微的刺痛。妈妈再见。路上小心。微笑的那一半在亮处，没有情绪的眼睛在暗处。街道上，所有人都在微笑。您的豆浆拿好。就像是被什么芯片精准测量过一样，没有人看手机，没有人聊天，全都站得笔直，目视前方。哎呀，真是不小心！无论遭遇何种疼痛，他们都不会停止微笑。这个世界已经疯了。快乐即美德，悲伤是病，微笑是药。低于90D会被送去辅导室，
上周有个女生只得了88分。同学，你需要治疗。老师说治疗好了就会回来，但已经7天了。小航说的对，被带走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的脸很酸，腮帮子很疼，咬肌像被钳子夹住了。但我哪怕放松1秒钟，嘴角往下掉就会被举报。嘴唇的弧度、眼睛弯曲的程度全部统一规格，这是新时代的 logo。老师好！深吸一口气，嘴角上扬，眼睛弯起，露出8颗牙齿，电视上教的标准微笑。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但我的心跳却重得像在砸鼓。所有人都在微笑，像是一群被设定好程序的假人。数学课、语文课、体育课，每一行字后面都画着一张一模一样的笑脸。婉婉，你今天的笑容好灿烂。课前，我对同桌说了句“你也是”，他嘴角没变，但我分明从他眼里捕捉到了那种疲惫。我不敢深想。在快乐瘟疫到来前，人类生活在黑暗和痛苦中，会哭泣，会愤怒，会恐惧，甚至互相伤害。人类文明几乎走到崩溃边缘。幸运的是，快乐降临了，它净化了负面情绪，让我们永远活在阳光里，再也没人哭泣、愤怒和害怕。我们进入了一个永远快乐的时代。手拍在一起，所有人的节奏都一样快，没有人快1秒，也没有人慢1拍。是死板机械的声音，像是有同一个节拍器在死死指挥着所有人。沈婉同学，这4个字像一道冰冷的闪电，瞬间劈中了我。被发现了，是我刚才的掌声慢了，还是我眼底的恐惧没有藏好？你的笑容很生动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沐浴在快乐带来的伟大净化中。但我刚才注意到，你的眼神似乎和大家不太一样。老师，你不需要紧张。作为刚才鼓掌最热烈的学生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向大家在证明你的内心，那些阴暗的、痛苦的情绪，是不是已经彻底从你的身体里被根除了？你能分享一下，快乐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吗？改变？我该怎么回答？如果我的答案有一丝破绽，等待我的就会是那辆永远开不回来的车。我的脑子在飞速运转，3年了，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，因为答案太显而易见了，就像没人会问水有什么用。在这里，快乐就是一切，快乐就是意义。如果不回答，就会被注意到。在这个世界，被注意到就是危险。快乐让我不再害怕。以前，我总是担心考试考不好，担心爸爸妈妈不喜欢我，担心明天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非常好，坐下。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假的。疼，钻心的疼，但这种真实的疼却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安心，因为只有疼痛能证明我的神经系统还在正常工作，证明我还没有完全变成他们。我害怕，我从早上醒来就开始害怕，比失明、失聪、失忆都要害怕。这种害怕绝对不能被发现，我必须微笑，看起来快乐，在所有人面前表演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己，稍有不慎，命悬一线。这3年，我每天都在演戏。今天，我演得尤其辛苦。他的手指很凉，和我妈今早摸我头时一模一样。
陪我去厕所。冷得令人毛骨悚然。每个人都在笑，这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喜剧。但苏苏的手心满是冷汗，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就像是一根绷紧了3年的橡皮筋，突然断裂松开了。婉婉，你昨天觉得不对劲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，但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到。那个表情诡异极了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哭，像2张面具残忍的互相撕扯。我昨天晚上哭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哭，眼泪控制不住的掉下来。我在被子里哭了很久，不敢出声，怕被我妈听到。我很害怕，婉婉。好疼，但我没躲开。她接下来的话让我如坠冰汤。你知道上周那个女生吗？得了88分被强行带走的那个。她是我小学同学，她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她说她晚上偷偷哭了，第2天她的微笑评分直接降到了88。原来晚上哭过评分就会降，这就是被带走的原因。婉婉，你也是这样吗？她的眼睛里全是恐惧，那种恐惧我太熟悉了，因为我也在经历。这种恐惧像是有人在你肚子里养了一条毒蛇，它每天都会长大，在胃壁和肠子上蠕动，而你只能拼命装作什么感觉都没有。2个声音在我脑子里打架，一个说告诉他，他和你一样，你们可以互相帮助；另一个声音尖叫着说不要。还记得镜子上的口红字吗？别让他们知道你能悲伤。他们到底是谁？我不确定眼前的苏苏是不是他们中的一员，错一步就会没命。苏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哭？我们不是3年前就不会哭了吗？你是不是太累了，产生了错觉？他的目光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，一层一层地剖开我的皮肤、我的肌肉、我的骨头，想要看到最里面的东西。你没有说实话。你看，笑一笑就好了。他的声音很温柔，但他的眼睛里有种让我毛骨悚然的东西。那种东西我见过，在妈妈的眼睛里，在小航的眼睛里，在街上所有人的眼睛里，那种叫做没有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别哭，会发现的。衬衫湿透了，贴在皮肤上，冰凉冰凉的。我的心脏跳得太快了，快到我觉得它会从喉咙里蹦出来。他是在提醒我，还是在试探我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。我盯着那张荒诞的图看了很久，那些人画上去的弯弯眼睛，和同桌刚才盯着我时的眼神一模一样。我被分配来打扫图书馆，这里平时根本没人来，似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安全死角。自从快乐瘟疫爆发后，所有人都只读快乐读物，那些只有积极词汇，没有任何冲突的书。这里原本的上万册藏书全被销毁了。我还记得图书被集中销毁的那一天。一队穿白制服的人把所有书扔进卡车，同学们都在微笑帮忙。第2天，那个男生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不见了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私自藏书，绝对没有。
到处是厚厚的灰尘，踩上去会留下深深的脚印。不是盲文，不是电子屏，更不是那种发给我们的塑封快乐读物。在这个只允许存在电子代码的世界，一本被藏得这么深的纸质书，简直就是炸弹。打扫卫生的同学都在走廊那头，隔着一排排书架，根本看不到我。你也不笑了。这世上曾经还有人跟我一样，一个同样失去笑容、被迫伪装的同类。3年前，这是快乐瘟疫刚爆发时的绝密日记。3月7日，今天爸爸妈妈不哭了。奶奶去世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有哭，只是在笑。奶奶摔在地上，血流了很多，她的嘴角也是上扬的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问妈妈为什么笑。妈妈说，因为奶奶去了更好的地方。可是奶奶明明摔得很疼，她在地上抽搐，嘴巴里在喊什么，我听不清。爸爸把奶奶抱走了，我不知道抱去了哪里，我好害怕。抱去了哪里？在这个满是虚假笑脸的诡异世界里，那些死去的人到底被弄去了哪里？3月20日，我发现一件可怕的事，妈妈不是妈妈了。她每天晚上都会站在我床边，微笑着看我睡觉。我假装睡着，她就一直站着，一直站到天亮。她的眼睛不会眨，我偷偷睁开一条缝看她，她的眼球一动不动，像玻璃珠。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去做早餐了，笑容和昨晚一模一样。眼球像玻璃珠，一只眼维持同一个表情，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。日记记录的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替换。如果连母亲都变成了空壳，那这个世界还有谁是真实的？4月1日，爸爸也不对劲了。他吃饭时不嚼，只是放进嘴里咽下去，喉咙根本不会动。我观察了3天，确认了，他吃饭时喉咙的肌肉是不动的，食物直接从嘴巴掉下至肠道，像有人在喉咙挖了个洞。写日记的人发现了父母变异，他太害怕了，所以向外界求救。我把这件事告诉邻居阿姨，她笑着对我说：“小朋友，你想太多了。”她没有惊讶，没有疑惑，只有微笑。那些看似和善的邻居，全都是暗处监视的眼线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微笑，都是一个活体监控。然后我回家，发现爸爸妈妈站在门口，撕裂般一模一样，同时微笑着看我。他们听到我说的话了。邻居出卖了他，现在这2个怪物堵死了家门，他插翅难逃。4月5日，我决定逃跑。我在墙上写了一句话，提醒自己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不快乐。原来家里那句话是这个人留下的。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忘了，那行字能让我想起来。他当初也和我一样，想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真实的自己。4月7日，我没有逃跑成功，我被抓回来了。他们带我去了一个地方，叫微笑康复中心。墙上写着治疗使人快乐。他们到底对不孝的人做了什么？他们给我打了一针，针管很粗，扎在我的胳膊上，里面的液体是金色的。金色的液体。打完以后我笑得更开心了，嘴角往上跑了一大段，脸都变形了。不是瘟疫，是他们用粗针管强行注入药物，把人变成只能笑的怪物。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有个地方在哭，那个地方很小很暗，没有人能找到。原来那些笑得变形的人心里全都在哭。
只是被那金色的液体锁死了。4月15日，我发现有人在帮我。我的枕头底下每天都会出现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不是一个人，有人在暗中救助他。”4月30日，枕头底下多了一根头发，很长，黑色的，像是女人的头发，被撕掉了，后面全被黑墨水涂湿了。他们在寻找能哭的人。不要相信微笑的人，地下安全。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本日记，马上，我宁愿我从来没有笑过。地下，只要找到通往地下的路，就能避开这些巡逻的微笑怪物，找到真正的安全区。日记里写的他们是谁？微笑康复中心又是什么地方？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在这座疯人院里，有人在暗中保护能哭的人。小婉，打扫完了吗？要锁门了。来啦！有人在保护我们，但也有人在猎杀我们。我不知道这个一戳就破的伪装还能坚持多久。婉婉，今天学校开心吗？开心。婉婉，今天快乐指数达标了吗？达标了，95分。很好。他刚刚的微笑没有任何温度，像用笔在脸上硬生生画出来的。平时经过的那家面包店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地。妈妈，我们去哪儿？回家呀。可是这条路不对，平时不是走这里。哦，今天外面在修路，我们绕一下。高楼变成了平房，平房变成了空地，空地上长满了杂草，根本没有修路的迹象。那个角度太不自然了，正常人那样看一定会蛇视，但他没有，宛如没有任何生理性的眨眼探头症，他就像一个冰冷的人形监控探头。他为什么这样按着我？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我是在假笑了？是不是看穿了我在伪装？我认得这个地方，城郊。那是去年学校快乐教育实践去过的地方，老师说那是让每个人快乐起来的地方。微笑康复中心。妈妈，这不是回家的路。是吗？可能是导航导错了。导错了？屏幕根本就是黑的，他们连导航都没开，他们在撒谎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要去哪里，这种温柔简直就像屠夫在安抚即将上砧板的羔羊。我想下车。别急，马上就到了。这算什么？平时连闯个黄灯都会念叨半天的爸爸，现在却把车开得像一具没有感情的机器。他们连掩饰都不愿掩饰了吗？微笑康复中心，进去的人再也没原来的样子出来过。妈妈，我不要去那里！婉婉，你不快乐？但他的眼睛变了，假装的关切彻底消失，只剩下我在所有人脸上见过的死寂与机械。我很快乐，我今天微笑评分95分，老师还表扬我了，我真的很快乐。可是你的眼睛里没有笑。我们收到了学校的通知，你今天在厕所隔间里待了很久，而且出来以后，你的微笑评分下降了3个点。完蛋了，原来我在厕所里的崩溃早被他们监控得一清二楚。我没有。婉婉，
像猫头鹰，人的颈椎不可能转到这种角度。不快乐的孩子需要治疗，治疗了就会快乐。妈妈是为你好。剧烈的钝痛从膝盖骨直接贯穿到大腿根，但我根本顾不上疼。婉婉，回家吃饭啦！我没有回头，我绝对不敢回头。那声音越温柔，我越觉得如芒在背。我哭了，不是因为害怕，不是因为膝盖摔破的疼，是因为我终于确定了一件事，那不是我的妈妈，那不是我的爸爸。他们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但他们不是人。必须找到个安全的地方活下去。这刺眼红色，就像日记上用红笔写下的血淋淋字迹。没有手机，没有钱，身上只有校服，书包里只有日记和一盒没吃完的饼干。天快黑了，我彻底沦为了他们的猎物。我不能回家，可我还能去哪儿？腿很疼，膝盖上的皮擦破了一大片，血和灰尘混在一起，结成黑色的痂。脚磨出了水泡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，但我不能停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追来，但我绝不能冒险。停下来就会被抓回去。为什么每一个招牌上都画着一张诡异的笑脸？路灯也是笑脸形状的，球形灯罩露出的光，在地上投出3个椭圆形的光斑，像一张脸，又像骷髅。哒哒哒哒，每一步都像是有人在黑暗中悄悄跟着我。我已经筋疲力尽，连脸上的肌肉都在发抖，根本无法再挤出一丝伪装的笑容。灯光的3个光斑正好落在他脸上，远远看过去，像是他也长了一张发光的笑脸。周围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那张笑脸在凝视着我。在这个疯狂的微笑世界里，不开心就意味着死亡。是的，再往下掉，我太累了，膝盖的伤口还在渗血，害怕到连假装没事都没有办法维持了。不快乐的人要去康复中心。像节拍器，像一具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。我带你去。不要了！我带你去。他在追我！不能停，停下就会被带去那个地狱。他在笑，嘴角的弧度直接穿透了半透明的头纱，在冷光下诡异的像鬼片里索命的幽魂。哪里能躲？欢迎光临。没有，我很开心。你的嘴角在往下掉。有人在追我。没事的，这里是安全的。你需要什么？让我在这里待一会儿就好。根本没有能让人喘息的地方，到处都是这种病态的脸。
不是这扇玻璃门，声音是从收银台后面传来的。那根本不是敲门，而是确认猎物落网的内部猎杀信号。不，所谓的好心收留，从一开始就是个诱捕的笼子。面罩下是那一抹令人窒息的、永远向上扬起的标准微笑。找到你了。出不去，锁死了。我像只被关在玻璃罐里的虫子，毫无退路。不快乐的孩子需要治疗。我不能停，停下就是死。一阵火辣辣的疼瞬间撕裂神经，伤口又被扯开。不是一个人的，是好几个人的，节奏完全一致，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。他不能回头。刚撕开的伤口再次涌出鲜血，但我不敢停下来。他们就在外面，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，平稳的、均匀的，像冰冷的机器在运转。快乐，永远。女孩的声音还在身后回荡，那么温柔，温柔的像一把刀，像3年前妈妈早上叫我起床的声音。一个女人背对着我，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外套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像很久没洗过。她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，投在干涸的池底上。她的嘴角是平的，她没有笑。3年来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不笑的人。你能哭？他在控制自己不要笑。3年了，他也许已经忘了怎么笑，也许从来没有学会笑。你能哭对不对？我刚才看到你跑过来的时候，眼泪在飞。我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了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。折得发疼，可我真真切切的感觉自己还活着。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悲伤，他的嘴角抻动了一下，他看起来像是半张脸在哭，半张脸在笑，这样怪异的表情却比任何完美的15度微笑都让我感到安息。他的手很粗糙，满是老茧和裂口，但很暖。在这满是虚假微笑的地狱里，终于有人向我伸出了真实的、有温度的手。跟我走，如果你不想被送进康复中心的话。康复中心，那个把我父母变成无情傀儡的地狱。这女人带我穿过广场，走进了这条地下通道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听着她的脚步声，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走得很稳，每一步都踩在干燥的地方，从来没有踢到台阶或者踩进水筐。她在这条路一定走过很多次了。你是谁？和你一样的人，我叫阿七。阿七，第7个找到这里的人。第7个？那前面的人呢？之前的人都叫阿1、阿2、阿3、阿4、阿5、阿6，后来记不清了，就顺着叫。找到哪里？安全屋。通道拐了好几个弯，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。
阿一到阿六呢？有些回去了，有些不在了。回去了？回到那个全人类都在假笑的地狱，还是说被发现了？走了大约10分钟，节奏很特别，像某种暗号。他是谁？新来的。3年来，我每天都在演戏，这是我第一次离真实这么近。光线把每个人的脸色照得很奇怪，黄黄的、暗暗的，他们的脸色疲惫、警惕、惊恐，但至少是真的，因为这里至少没有人微笑。不要笑。3年来，我以为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假装快乐。我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对着镜子练习微笑，一个人在深夜被子里偷偷掉眼泪。后来，连眼泪都掉不出来了。我一个人在人群中拼命表演那个根本不存在的自己。原来，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，不笑，不假装，不表演，或者正在学习不笑，不假装，他们才是真实。跟我来。能把这么多绝望的人聚集在地下网络里，敢于和外面的微笑世界抗衡，这个人一定是个极度强悍、不可一世的领袖。老人，这是阿婆，她救了我们所有人。这个看似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干瘦老妇人，竟然就是这群叛逆者背后的最高统帅。她身上散发出的力量，比我见过的任何微笑者都要令人震慑。坐。他要告诉我的秘密，绝对比我能想象的更加可怕。椅子很矮，我坐在上面，膝盖几乎顶到了下巴。阿婆坐在对面，我们的视线恰好是平的。孩子，头靠过来。她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魔力，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，平稳又极具威严，就像是当过老师的人。她的手出奇的有力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指腹上全是厚厚的老茧。别动。他摸到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一种异样的酸胀？我的心跳开始狂跳。好痛！那感觉就好像有什么长在骨肉里的东西，硬生生的被人用钳子给连根拔了出来，疼得我眼前一阵发黑，冷汗直冒。那滴血珠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呈现出一种让人作呕的暗红色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快乐的源头，他们骗了所有人。这东西不是病毒，不是细菌，也不是空气传播的任何东西，它是芯片。芯片席卷全球，让所有人变成微笑怪物的瘟疫，竟然是这颗塞在脑子里的机械枷锁。到底是谁能把这种东西悄无声息地种进全人类的身体里？
3年前，全世界同时被植入了这种芯片，注射饮水、空气，途径很多，结果一样，它持续分泌快乐激素，抑制负面情绪。你不会哭，不会怕，不会怒，不会悲伤，可你只能微笑。疼，但那种刺骨的疼让我觉得真实。不仅仅是微笑，你会失去质疑的能力，你会变得顺从，容易满足，不会反抗。当所有人都快乐的时候，没有人会问为什么，没有人会问凭什么，没有人会问然后呢？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让人快乐，是让人听话。原来这3年，我们在父母、同学脸上看到的完美微笑，根本不是幸福。那是一把无形的锁，把全人类的灵魂死死锁在了一具只会闪笑的躯壳里。这不是天堂，这是几百亿个连哀嚎都发不出的绝望木偶。当世界丧失了思考，还有比这更可悲的深渊吗？那我为什么能哭了？芯片失效了，有些人天生对它有抗性，有些人是因为遭到了严重的外力撞击，还有些人是因为情绪波动太大，导致芯片松动。你属于哪一种，我不知道，但结果都一样，你的真实情绪回来了。真实情绪回来了，我不再是只会咧着嘴傻笑的死物了。但这也意味着你不再是羊群了，你变成了猎物。你听，上面那些人，那些永远挂着完美弧度的所谓家人和朋友，你以为他们还是你的同类吗？不，他们是监管者。监管者，那些日夜陪伴在我身边，不断逼问我今天开心吗的怪物，根本就不是人。他们是被设定好程序、毫无情感的寻猎机器。他们的芯片还在正常工作，唯一的任务就是像猎犬一样，找到你们这些不快乐的人，毫不留情地送进康复中心。康复中心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但我想听他亲口说出来。屠宰场。每一个字都像生锈的钉子，硬生生钉进我的耳朵里。他们会把你拆开，研究你的芯片为何失效，然后把你负面情绪提取出来，转化成正能量供给上面的人。你不是病人，你是燃料。在这里不需要控制表情，可真相带来的恐惧比伪装更加让人窒息。我第一次被抓进去时，看到了那些机器，很多人被固定在床上，脸上插着管子，管子里流着金色液体。他们还在笑，不，那根本不是笑，是脸部肌肉被电击强制拉上去的。嘴角被夹子夹着，连到机器上，每3秒电击一次。那些人眼睛睁着，但瞳孔散了，我不知道他们还算不算活着。我在里面待了3天，趁守卫换班爬了3小时通风管道，从5楼掉下来，摔断了3根肋骨。这是被电击棒打的。那我爸妈呢？他们是真人吗？他的眼神里没有怜悯和同情，只有一种经历太多之后的深沉。他们曾经是真人，但被转化了。芯片改变了他们的大脑结构，不再有自主意识，只是被程序驱动的人偶。他们记得你爱吃虾饺和茉莉拿铁，因为信息被保存下来了，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对你的爱是一段被植入的代码。3年来，我以为我的家还是家，以为妈妈早上的粥还是热的，以为爸爸后视镜里的目光还是关心的，以为小航说的姐姐你今天看起来特别开心还是天真的。原来都不是，他们3年前就死了。那些微笑、早餐，那些路上小心，妈妈是为你好，全部是代码，全部是一台机器在运行另一台机器写的程序。那我弟弟呢？小航他才13岁啊！他打针都会怕疼的哭出来，怎么能扛得住冰冷的芯片入大脑？我连一个13岁的孩子都放过，绝对不可能的。
连小航也变成了空壳。我在地狱里咬牙撑下去的唯一动力，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。陪我吃饭说话的，全都是披着我亲人皮囊的怪物，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切。孩子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。他们不是逃难者，他们是黑暗世界里的铁血残兵。第1个选择，你继续假装成一个微笑者，我们会想办法把你送回去。你回到地上，回到那个家里，继续上学，继续微笑，每天吃妈妈做的早餐，每天听爸爸问你今天快乐指数达标了吗？直到你的芯片重新生效，或者直到你被发现。几十双眼睛在等我回答。第2个选择，和我们一起加入反抗军。反抗军，反抗军这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，陌生的像一门外语。这群看似弱不禁风的老弱病残，竟然邀请我加入这群疯子的阵营，去对抗地表那台庞大的杀人机器。地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红点和蓝点，红色的圆点，蓝色的三角形，还有一些触目惊心的黑色叉号。红点是康复中心，全世界有300多个，每一个都在正常运转，每一个都在杀人。蓝点是地下通道，连接着各个安全屋。我们在过去的3年里，陆陆续续挖了这些通道，连接了17个防空洞和地下室。我们救出了上千个能哭的人，通过这条看不见的网络，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。小不孝竟然用血肉挖出了一张庞大的救生网。但你记住，我们做的不仅仅是救人。这里是这座城市的塔台，它发射信号，控制全城芯片的正常运转。原来这就是让所有人沦为微笑木偶的源头。只要摧毁塔台，整个城市的芯片都会失效，这里的人恢复真实情绪，其他城市也会效仿。多米诺骨牌，所有人都会恢复真实情绪。所有人会哭，会怕，会怒，会悲伤，也会真正的笑。康复中心呢？我的声音在发抖，但那不是因为害怕。康复中心有备用电源，塔台摧毁后还能撑72小时。我们必须在这期间攻进去，救出被囚禁的人。你们有多少人？能战斗的不到300。康复中心有多少守卫？每个中心至少2000个微笑者。300对2000，不对，3个康复中心互为犄角，所以不是2000，是6万，甚至更多。300对6000，20倍的兵力差距，这根本就是去送死。胜算不高。不，胜算几乎为0。几乎为0的胜算，300个伤痕累累的残兵去对抗6000个不知疼痛的杀戮机器，那为什么还要做？因为如果我们不做，就不会有人做了。如果我们不做，就不会有人做了。在这片被虚假微笑统治的地狱里，只有这群疯子愿意用命去点燃火把，而我真的敢和他们一起赴死吗？3年来，我看着这个地下室里的人来来去去，有人来了，有人走了，有人回去了，有人死了。阿1、阿2、阿3、4，有些人我还记得名字，有些人我连脸都记不清了。但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，每天早上我都会听到头顶地面上传来的脚步声，那些微笑的人走来走去，上班、上学、买菜、送孩子，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是芯片在指挥他们走，在指挥他们笑，在指挥他们活着。他们不是活着，他们是被活着。被活着，这3个字像毒蛇般缠绕着我的心脏。如果我们不做，就没有人会做了。
不是因为我们最强，不是因为聪明，也不是因为最有胜算，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如果连我们都不做，那就永远没人能做了。真相。我想起图书馆那本日记最后的话，我宁愿我从来没有笑过。如果无人反抗，这个被芯片统治的虚假地狱将永无止境。如果我选第一个选择呢？退缩意味着苟活，但也意味着永远被同化。那我们会尊重你，我们会把你送回地表，给你一个新的身份和一份新的微笑记录。你换一个学校，换一个家，换一个名字，你不会被发现的。但你要记住一件事，回去以后你会看到所有人都在微笑。你的新同学，你的新老师，你的新邻居，路上的陌生人，他们会对你笑，温柔的、亲切的、无休无止的笑。你会慢慢习惯这种微笑，你会忘记什么是悲伤，什么是愤怒，什么是恐惧。你的芯片会重新生效，或者你自己会说服自己，笑挺好的。然后你会变成他们中的一个。有的人选择了第一个选择，我们把他们送回地上。第1个月，他们还会给我们发消息，说他们还在坚持，还在偷偷哭。第2个月，消息变少了，有些人还会回一句我还好。第3个月，再也没有消息，他们回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回来，是因为他们不再记得为什么要回来。不记得为什么要回来，那是比死亡更可怕的抹杀。防空洞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压过来，这不是地表那种刺眼虚假的白光，而是一种温暖的、保护的，像母体一样的黑暗。在这里，我不需要微笑，不需要表演，不需要假装。我选第2个。你这条路是一条回不了头的死路，如果回去只是等死，我宁愿在这里站着死。既然选择了反抗，就得拔掉最致命的钉子。今晚你有一个任务，一个只有你能去做的盲区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拿着。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，下面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，标注着废弃加油站，没有任何表彰。我就这样成了那个要去拼命的独行侠。这是什么？你明天的任务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微型信号干扰器，它可以屏蔽方圆50米内的芯片信号。那在它的覆盖范围内，微笑者的芯片会暂时失效，他们会变成什么？变成人，没有芯片控制的人。他们会迷茫，会困惑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那几秒钟足够你穿过他们的防线。你要把干扰器带回来。只有我一个人？不，阿七和你一起去，但他只在门口接应，你得自己进去。里面有什么？微笑者，很多很多微笑者。那么多被芯片控制的怪物，我一个人进去，无异于羊入虎口。那个干扰器不是很重要的设备吗？为什么微笑者会把它放在废弃仓库里？不应该有重兵把守吗？因为微笑者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他们的芯片只被编程来处理已知的东西。干扰器是微笑康复中心淘汰下来的旧型号，上面没有那个恶心的笑脸标志，也没有标准化的外观，所以微笑者看到它的时候，芯片根本不会产生需要报告的指令，所以它就被无视了。在他们眼里，那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色手提箱，只要你不触发警报，你就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地走出来。一个被机器盲区遗漏的银色手提箱，一件足以致命的旧武器。如果我能把它带出来，是不是就能撕开这个虚假世界的口子？那你是怎么知道它的？我花了3个月跟踪物资车，记录废品，一点点拼凑出干扰器的下落。我想象着阿七在垃圾堆里绝望翻找的样子。明早4点行动，那是微笑者反应最短。
为什么？因为芯片在人体温度最低时效率会下降，这个时间够你活着跑过那条马路。平时的一步之遥，明天却是一条横跨生死的死亡线。拿着这个，这是给我探路用的吗？是为了打人，遇到落单的别犹豫，往死里砸！打人，甚至杀人。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，现在却要拿着武器去砸碎别人的脑袋。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？他们抓住你会因为你手无寸铁放过你吗？他们会活活抽干你的情绪。我做不到，我连他们的眼睛都不敢看。做不到也得做，要么你砸碎他们，要么他们扎穿你的心脏，你只能选一个。这个木罐承载的不只是重量，更是防空洞几百条人命的重量。睡一会儿，明天很累。阿七，我睡不着。一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惨白的康复中心，幽灵般的微笑者，带血的芯片和砸碎芯片的石头，恐惧像死结缠住我，无法呼吸。那就假装睡。原来没有强行上扬的弧度，贫嘴才是人类最真实的微笑。在上面，我们每天假装笑。到了地下，至少学会假装休息。晚安，晚安。脑子很乱，各种画面在眼前闪回，像一台坏了的老式放映机。杀气。那个声音很奇怪，节奏均匀，像心跳，更像倒计时的秒针。阿七，你害怕吗？怕，每天都怕，怕被抓回去洗脑，怕阿婆死掉，怕那个塔台永远也炸不掉。怕有一天我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嘴角又不受控制地翘上去了。原来这个看似铁打的女人也和我一样，是随时崩溃、退无可贵的残兵。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因为除了这里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阿婆说了一句话，我记了很久。什么话？她说，选择反抗的人不是因为勇敢，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逃。被剥夺了家庭和情感的我们，真的无路可退了。那道伤疤像一条鲜红的蜈蚣，缝线的痕迹触目惊心。在这个地下世界，每个人都有伤，但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刚从屠宰场爬出来的恶鬼。婉婉，这是阿九，他负责开车。他大概才20出头，这样的人，真的能在遍布微笑怪物的地表上带我们活下来吗？东边安全，风向合适，可以行动。我错了，他不是冲动的恶鬼，而是一个在地狱里摸爬滚打，早将前行刻进骨子里的老兵。这些笑脸曾经代表繁华，现在却像是一张张居高临下、无声嘲讽的脸。他们看着我们这些在阴沟里苟延残喘的蝼蚁，嘲笑我们的垂死挣扎。家不是家，学校不是学校，这座城市早变成了巨大的捕鼠笼，而我们正主动往最危险的笼心走去。上车，直扑废站，动作要快。车轮开始转动，这一去，真的还能活着复命吗？我们能在微笑怪物的眼底下偷走那个能毁掉一切的干扰器吗？信号干扰器在城西的一个仓库里，原本是微笑者的废弃物资中转站，里面还留着旧设备。干扰器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既然受芯片控制，为什么要生产干扰器？因为芯片也会出故障，微笑者偶尔会死机，干扰器可以暂时关闭他们的芯片，让他们停下来。拿干扰器是为了让微笑者停下来？对，
硬闯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需要干扰器来制造一个50米的无信号盲区。50米刚好够我们跑到塔厅入口。死气沉沉，只要踏出这辆车，我就会被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彻底吞噬。如果遭遇巡逻队，我会被送进康复中心，被挖出所有情绪，变成挂着僵硬微笑的怪物。就是那个。破解电子锁需要3分钟，盒子能模拟信号向主控系统发送，正在验证的状态。3分钟，生与死就全压在这个数字上了。如果巡逻队正好经过，会发现异常，所以找到干扰器，然后出来。你只有3分钟。你会用吗？盒子很小，金属外壳，握在手里冰凉冰凉的，上面只有一个红色的圆形按钮，按一下就行。按一下，然后贴在锁的感应区上。绿灯亮了就开始破解，红灯亮表示失败。如果红灯亮，马上跑，千万别回头。红灯就是死亡倒计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盒子死死攥在手心里，不让它掉下去。干扰器长什么样？我怎么认出它？一个银色手提箱，有红色笑脸标志，那是旧版的，嘴巴是明的，那是快乐瘟疫前的标志，很好认。平的笑脸，对，因为那时候的笑是真的笑，不需要上扬。如果被发现了，不要犹豫。以前的我连切菜都会怕，可是现在我手里拿着刀，要去杀人或者被杀，刀柄抵着大腿，硬硬的，凉凉的，这股凉意浇灭了恐惧。柔弱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个亡命徒。小心！我没有回头，我知道阿七就在背后注视着我。这是我在地狱里唯一的底气，每一次闪烁都像是一只嘲弄的眼睛，在黑暗中死死监视着猎物。绿灯一直闪，破解开始了，可是为什么这么慢？我开始在心里数着秒数，1分钟，2分钟，2分半，我的冷汗滑了下来。门开了。里面是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到底是生还是死？我不敢开手机手电筒。微笑者的眼睛对光敏感，光在黑暗中就像灯塔，那是自寻死路。手指极度冰冷，摸在粗糙纸箱上发出沙沙声。别慌，稳住。柜子里有一层灰尘，很久没人打开过了。这就是干扰器，找到了。刺眼的白光从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里疯狂射下来，毫无预兆地将我彻底吞没。光线就像无数根鸡的针，狠狠扎进我早就适应了黑暗的眼睛，疼，撕裂般的疼。面罩下面，嘴角正诡异地上扬着，标准的15度。不快乐的孩子，无路可退，我插翅难逃了。找到你了。身后响起好几个人的脚步声，像没有感情的机器在逼近，我只能拼命地跑。脚步声紧追不舍，哒哒哒哒，那是死神的催命制。箱子很沉，但我不能放手。阿七！
糟了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跑了。那些带着虚假微笑的怪物马上就要扑过来了。疼，眼前发黑，五脏六腑都像移了位，就算死也要保住箱子。死里逃生，心跳快得像要撞破胸膛。身后的白衣人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彻底消失在夜色里。肩膀疼得像要断掉，骨头仿佛都裂开了。这代价虽然惨烈，但只要活着，就没有输。拿到了。能用，能用！待机中，这微弱的蓝光，真的能颠覆那个虚极的微笑世界吗？我们竟然真的逃出来了！我的心脏还在胸腔里疯狂撞击着肋骨，连指尖都在不受控制的发抖。这个充满虚假微笑的冰冷世界里，人们像木偶一样活着。只有在刚才那种死亡边缘的极度恐慌和现在的剧烈喘息中，我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可能是跳车的时候刮到了什么。很疼，但我死死咬住嘴唇，没有出声。这仿佛在燃烧的止痛证明我还活着，是我没变成提线木偶的最后血性。先等天亮，白天回去比较安全。晚上街上没人，巡逻队更警觉。白天人多，容易分散注意力。我死死盯着身旁的银色手提箱，想起阿婆的话，300对6000，胜算几乎为吉。想起小梦日记里的“我宁愿从来没有笑过”，想起阿七说的“选择反抗是因为无处可逃”。在这黑夜中，这些话将我们紧紧拴在一起，生死相依。那一排刺眼的血迹，就像一张正在咧嘴微笑的嘴巴。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，那病态的笑容仿佛已经刻进了我们的骨血，化作幽灵，时刻向我们索命。天亮的时候，我们会回去，然后我们会战斗。她的白发在灯下发光，脸上的皱纹很深，但眼睛比任何时候都亮。做得很好。那只手很轻，轻的就像一片随时飘落的枯叶，但在这一刻，这简单的触碰却比任何虚伪的奖章都沉重。它重重砸在我心上，告诉我活着回来了。去休息吧。墙壁冷得刺骨，水泥的粗糙感透过外套死死硌着我的后背，伤口在作痛，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但我不想挪动。那口旧铝锅的把手上缠着好几圈生锈铁丝，有人在码放罐头，有人在半块沾水的砖体上推着刀刃发出沙沙声。听着这些粗糙的噪音，看着微弱真实的火光，我剧烈跳动的心终于平复。活人的烟火气正缝合我的灵魂。我们是人，不是阴沟里等待被绞杀渣的老鼠。我发誓，哪怕拼上这条命，也要让这群苟活的人们重见阳光。他只有5、6岁，小脸沾灰，眼睛却很干净。姐姐，你哭过吗？哭过，
疼吗？不疼，哭不疼，假装不哭才疼。假装不哭才疼。过去3年，全人类都在这种麻木里被榨干了灵魂，而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疼了。那这个给你，我哭的时候抱着它就不那么难过了。这是快乐瘟疫爆发前的微笑，没有虚伪的弧度，只有真实的陪伴。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，他把用来抵抗悲伤的唯一武器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我。不笑的，疲惫的，伤痕累累的，但他们依然活着。在他们身上，我感受到了比血缘更深的羁绊。就绕开这里，直切塔台。他的表情极度专注。这些原本陌生的人，在生死边缘，成了我真正的家人。他没有涂掉它。这个生在谎言纪元的孩子，终于学会了守护人类真正的表情。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微笑，只有最真实的温度。只要挺过黑夜，黎明总会到来。窗外，天完全亮了，而我们颠覆这一切的反击即将正式启动。我能听到地面上传来的声音，车声、人声、笑声。那些微笑的人已经开始他们新的一天了。这地下冰冷的空气让我感到久违的清醒。这就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守护的真实。他们会去上班，会上学，会买菜，会送孩子。他们会笑，笑，笑。地上那看似繁华的一切，不过是被蓝光芯片操纵的提弦围偶戏。他们不知道那植入脑髓的芯片有一天会彻底失效。他们不知道自己会突然感受到3年来被死死压抑的所有情绪。悲伤、愤怒、恐惧、痛苦、遗憾、绝望、孤独，这一切即将反噬。他们不知道那一天会有多疼，那种芯片断裂扎进灵魂的疼。我们隐忍在永无天日的黑暗中，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彻底爆发。但我知道，那一天，所有人都会痛彻心扉的大哭。那将是用我们真实的痛楚，彻底撕裂这虚伪世界的最后号角。而这一次，这满目疮痍的世界里，再也不会有人能让他们闭嘴。别哭，需要治疗。再也不会有人掐他们的脸，或者把管子插进他们身体榨取情绪。他们会在眼泪中想起3年前真实的自己，彻底放下伪装，才是我寻回真实的命。我不用假装了。在防空洞里，我终于能真实的哭、怕、愤怒、活着。